想要在吉隆坡市中心找便利不难，找绿意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两个都想要，而且又希望它是全新的，价格又亲民的话，可以。今天我们就开车从吉隆坡市中心出发，25分钟的车程，15公里就来到了Bukit Jali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里，今天带你来看楼了。对了，我之前呢就有做过一个视频，分享的就是吉隆坡3大华人区，而这个视频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到其中一个Bukit Jalil。而这几年的时间呢，Bukit Jalil真的不一样了。以前大家来Bukit Jalil做什么？就是去体育馆游泳啊、看足球啊，甚至就是演唱会。那自从 Pavilion Bukit Jalil 开张了过后呢，这一边就成为了吉隆坡南边的市中心了。而最近呢，Bukit Jalil已经成为了年轻家庭，还有很多在附近 IMU、APU 留学的外国人和教授，甚至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这里。就因为这里有100威廉的大型商场，也有大片的绿肺公园，还有高尔夫球场。如果你是向往市中心的便利，然后又讨厌过度的拥挤，而且还希望它有性价比的话呢，今天这个视频 Ellie 就带大家来探讨一下Bukit Jalil的3个楼盘。那这3个楼盘呢，它都是1000平方尺以上，而且呢，售价都是在马币130万以下。大家喜欢吗？记得看到最后，因为呢，在结尾的时候呢，我会给大家做个总结，还有做个5星级的对比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一个站了。那如果你注重的是生活品质，而且希望是住到有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呢，那这个项目它本身就叫做Ukka。行咯，Ngadu Hikon Ukka。位于Bukit Jalil的核心地带，毗邻高尔夫球场，周边围绕的是有地住宅，永久产权，2028年建好。最靠近的公共交通是Awan Besar LRT 站，1.2公里，走的话18分钟。项目占地就是2.3英亩，总共呢350个单位，属于低密度的。景观呢就以城市景观还有高尔夫球场景观为主。户型方面，880平尺到1400平方尺，尤其是1000多平方尺的户型非常抢手，都是2房2+1，还有3房。说到商场呢，最靠近的是 Pavilion Bukit Jalil， 3公里5到8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。好的，现在呢就来到它的销售处了。那我们就先简单的看一下它的沙盘。那沙盘这一边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它这边就有2栋楼，然后呢，唯一的入口处就是这一个保安亭。那进到去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纯住宅的设计概念，没有商铺在这里哦。所以如果大家住在这一边想要去吃东西啊，或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，都要从这栋楼开车出去。OK， 那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它所有单位都带有大阳台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阳台的话呢，肯定会喜欢这个项目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公寓设施。公寓设施的话，我们在马来西亚泳池啊、健身房那些都是标配。那我们说一下不一样的地方，就这个泳池的话呢，它这个面向就是那个现有的有地住宅，那也代表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面向呢就是无遮挡的景观了。那这个项目还有一个优势呢，就是低密度，就好像刚刚说的，它总户数呢就是350套而已，而且呢，它每一层就只有7个单位，3个电梯。那么你住在这一边的话，就是那个家的感觉了，就比较低密度，有隐私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来看房子咯。这个样板间呢，它是1400多平方尺的3个房的户型。好了，这一种格局呢，也是大家最向往的一个很宽敞的空间。它客厅还有餐桌呢，都是一个打横形式的就充分的采光。而且呢，这个单位它都带有这个大阳台。这个阳台的话呢，它长度就有接近20尺，然后呢就是4尺的深度。那么在这边呢，放这个休闲椅啊，或者是咖啡桌，甚至你要做一些种植的话都没问题。那我们再进来看一下。回到来中间这一边，大家可以看见这边还有一个空间，那么就根据大家的喜好了，大家可以做一个中岛，就是说如果你时常有做烘焙，那如果是喜欢喝2杯的话呢，这边也可以做个吧台。后面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中式厨房了。所谓的中式厨房呢，就是我们中餐就比较多油烟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它就有这个窗口可以跑油烟。那其实，在市中心呢，这一种设计的厨房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
而且呢，它这边还有就是隔开一个小区做一个洗衣房。好了，那么再过来这一边就是我们的卧房地方啦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储藏间啦。那现在也是很难得有这个储藏间的。好了，房间的话呢，每个房间都带有自己的浴室。那么首先这一边呢，它这边有门可以进去。那么如果是来到这一边，这里好，它就是一个双门的这样子。那也变成说呢，这个房间它如果要的话，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套房。OK， 好，那再走过来这边呢，就多一个房间了。那同时呢，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，每一个房间都带有一个大窗户，就是说所有的房间呢都是充分的采光的，而且它窗户也设计成了一个L 型的这种转角窗，所以它是充分的采光，而且在房间里面呢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景观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主人房的设计怎么样了。空间设计也差不多，刚刚好，就是床，然后前面还可以放个大电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属于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了，好 ，OK， 就是一个 L 型的衣橱。那么再来就是主人房的浴室啦。这个户型呢就1400多平方尺，3个房间，一家人住的话，我相信是住得蛮舒服的。那价位的话呢，就每平方尺平均在850左右。那变成说这一个单位的话呢，就大约是马币120多万就可以买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第二个地方咯。好，现在呢就来到第二个地方了 ，The Maple。The Maple 呢，它的重点就是已经建好了现房，而且呢它是大户型，有双钥匙设计，最重要的是性价比最高的。项目就坐落在 W City 核心区域。W City 呢，它是一个未来计划。以今天的说法呢，它就是位于 Bukit Jalil 还有 OUG 的中间。最靠近的地铁站是 Sri Petaling LRT， 走100米。步行的话呢，15分钟。而且最靠近的商场是 Food Merchant 超市，开车2.3公里，7分钟。去到 Bukit Jalil Pavilion 是6公里，大约10到15分钟。也就是说呢，这栋楼走出来呢，步行距离里面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啊，或者是超市那一些。住在这一边的话呢，就一定要开车了。那么说到开车的话，这栋楼它就直接在高速公路的旁边，所以这边开车出来呢，就直接去到吉隆坡市中心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项目。那项目它就占地4.9的英亩，大约940个单位。景观呢，就是繁华城市还有商业区的景观，都是无遮挡的。户型设计来说，800平方尺到1300多平方尺，3房或4房的户型，也包括双钥匙的户型。价格来说的话呢，平均每平方尺马币800多。那一套1200平方尺的3房户型的话呢，它就是大约100万上下这一个价位。刚刚说的那个价格就大约100万或者100万以内都可以买到3房的那户型，而且呢，它还带有3个车位的，所以在市中心你要找这样的这个全新项目，而且这个价位的话，其实选择也没有很多。那么我们进去大堂之前呢，就在这边先感受一下这栋楼因为已经建好了嘛。那这个挑高的大堂 ，OK， 非常的大气。那就不断的会有听到一些这个高速公路的声音。那也就是这样子，当我们很希望它很便利，就是大路旁出入方便的时候呢，同时间它也会带来的一些的声音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是住在城市生活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这一些小瑕疵也是避免不了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看单位。OK， 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直接看现房了。这边呢就是一个 studio。那么如果你是双钥匙设计的话，这个 studio 你可以选择出租，又或者是呢作为就是招待你的朋友啊、亲戚啊，跟朋友说一下我吉隆坡有一套房子有过来吉隆坡的话，大家可以住一住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么站在这一边呢，看出去就是所谓的永久动居景观，因为前面就是有地住宅了。那有地住宅的话呢，很少就会说就是去收购翻新这样子，所以基本上你看出去的景观是怎么样，以后也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那就过来这一边，哇，这个客厅很不错一进来的感觉就是很宽敞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楼顶呢就特别高，大家可以现场感受一下。这边呢是超过3米高的，然后前面的电视主墙也就是蛮大片的一个，然后一样的就是无遮挡的景观。我看一下这边的方向 ，OK， 这边是朝东北。对，东北，所以没有正晒。OK， 那客厅走过来这边呢，就餐桌位置前面就是一个这个烤箱微波炉冰箱。那
那么这里呢就有3个房间，前面2间呢就是standard bedroom， 就是小孩子的房间啦。那它都是可以放双人床，而且都有采光。那2个房间呢就共用这个浴室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往前走，就是主人房的空间了。那么主人房这里呢空间也就非常的好，就是放了这个 king size 的床过后呢，还有就是蛮多的这个走动空间。那前面也可以放电视，而旁边这一边呢，它的采光很好哦，就是几乎就是从一边直接延伸到另外一边，再加一个转角位置，所以房间里面的这个风景啊 ，OK 看得非常漂亮。那这边就是主人房的浴室的，也蛮够宽的，来大家看一下。那么好了，房子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就下去看看它的公寓设施。哇，这个泳池呢真的是有够长的，而且前面看出去哦，就是这个无遮挡的景观，就是视野很开阔。那么在这边游泳啊，这个休息啊，也蛮舒服的。那除了泳池之外呢，当然这里也是有健身房啊，这个烧烤区啊，对，然后这个小孩户外的游乐场，那还有蛮多的，回去再念一下。哇，我们现在终于来到第3个地方了，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 Park Green， 结合了大自然还有奢华的一个项目。那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从公寓出来就直接是 Pavilion 的商场，另外一边呢就是 Bukit Jalil 的大型公园。那如果你本身是想要找个房子自住退休的，又或者是有小孩的家庭生活的那一种呢，这一个项目你应该会喜欢啦。Park Green 紧邻 Bukit Jalil 的休闲公园，还有 Pavilion 商场。那这个项目呢，它是2029年建好，永久产权。公共交通方面呢，这里建议自驾，因为临近主要的高速公路 Max Highway 和 Kesas Highway。那么步行范围里面呢，并没有地铁站。这个项目呢，它占地就是0.9英亩，总共有453个户型，空间感都是比较宽敞设计的那一种。景观方面，这里有城市景观，还有无敌公园的全景，而这个公园全景呢，也是它的核心卖点。那户型设计来说，1200平方尺到1900平方尺，也就非常适合家庭自住，是3房还有4房的户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在销售处这里，所以也就看一下它的沙盘了。首先这边呢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个总规划，这边呢就是这个100威廉的商场，然后这边就是高速公路。那么前面这一边一栋栋的楼呢，都是已经建好的。那如果现在要在这边找一套房的话，都是2手房源。那我们现在看的呢，就是这一栋，就是 Park Green， 它就是属于说呢，就是整个总规划里面的最后一栋楼了。如果是往这边看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它就是一个项目里面有2栋楼，而这边的话呢，就是 Bukit Jalil 的公园了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有桥梁连接的，就是这边是商场，出来的话这一条桥，然后直接连接进去你的住宅大楼。那说到价格的话呢，这一边每平方尺平均就是900到1100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1200平方尺3个房的户型呢，它就大概是在马币125万左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眼它的样板间。来，大家就想象一下啊，从主门进来 ，OK， 好，这个门口一进来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干厨的位置了。所谓的干厨呢，就是它有这个半岛了，这个不是中岛，半岛 ，OK。然后这一边呢，就是可以放这个咖啡机啊、洗手啊地方这样子。那如果是厨房的话呢，就是进来这一边。那这个厨房呢，它就是属于就是可以把门关上，然后这边煮炒。有点寂寞的煮炒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厨房的位置，四四方方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好了，那么从厨房出来，前面这一边呢，就是我们的餐桌位置，还有客厅的位置啦。那大家也就可以透过这个镜头看到哦，它的那个户型设计呢就蛮四方的。然后在客厅走过来这一边呢，它就是有阳台的那一种。那么如果你的户型呢，它是面向这个公园景观的话啊，那就非常漂亮了。那么如果是城市景观的话，那晚上的话就很漂亮了，那种万家灯火的感觉。好，过来这边的话呢，它就是先是一个房间。那这个房间呢，看起来就是如果有小孩家庭居住的话，就是小孩的房间啦。那这个房间呢，就是使用这个浴室的，因为这个户型呢，它是一个3房2个浴室。那么进来这边就是主人房咯，主人房的空间就非常大，哇，大家看一下 ，OK， 放了一张大床。大家看那个走动空间，有时候为了表示这个走动空间，然后展示这个走动空间，我必须要大步的走一下。
么另外一边的话呢，这边可以做个 L 型的橱柜哦。对，如果要的话就是 L 型的衣柜。然后浴室，这个浴室呢也就差不多。大家熟悉百威廉项目的话呢，会有这种熟悉感，就是米色配黑框的那种设计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房间。那另外一个房间呢，要稍微走出去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另外一个房间呢，我们就从这里进去。而这个房间还蛮特别的，就是非常大。OK， 就好像这个样板间展示的，你可以放2张单人床。那这一边呢，就是直接进来这个浴室，也就代表说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套房设计这样子。那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呢，它楼下就是百威廉商场，而且呢，它对面就马上就是公园了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实现什么呢？就是你放工回来觉得很懒惰了，不想煮了，马上楼下吃了回家，或者是早上起来了想要去跑步、散步啊，这样我们就过对面啊，就是公园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项目。那么当然在这一区里面呢，它就是属于价格是比较高的一点，就是它的尺价。每平方尺1000多，可是呢，它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方便性还有品牌。那么，如果是把这个房子放在吉隆坡市中心核心地段的话，1200多平方尺，以目前的这个新盘销售价格呢，它就大概差不多300多万了。哇，今天大家一天的时间就跟我看完了3套房子，大家有没有感觉收获满满的呢？OK， 今天我们看的3个项目呢都各有优势，而且呢就没有说哪一个是最好，只有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么看，性价比最高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说是 The Maple。那么如果说想要最安静的，然后还是在市中心里面的那有可能就是 Oka。那接下来如果说我要最方便的有公园超市商场那就是 Park Green 这个项目了。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，更详细的总结，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这个视频里面呢截图起来OK， 做个参考。在这里补充一下，这个参考呢是出于我个人意见的，并不作为任何买卖的依据。那么如果有具体的投资计划，请务必进行多方的实地考察，建议大家理性看房，看房记得联络 Ellie。OK， 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每一个项目的详细资料维护费用等等的呢，请记得联系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咯。那接下来呢也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来跟大家详细的分析这里这个错了，讲错了。来跟大家细分这个区域的盘子。好了，现在呢就来到销售处了，那就先OK。所以如果你的户型它是面向这个大概OK， 老医生 ，Hello 了。